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多苦惱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賣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容易，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計，憑我解開紫荊的這個謎。这就是死尸了。啊！喂，不会吧？关键时刻没了？监视器没有坏，只是上面的经费不足，连 hard disk 都录得满了，刚好录到这里就没东西看喽。哇，怎么这样？那能不能倒带再看一次啊？是啊，再看看。行，没问题 ，no problem。虽然这么说呢，不是太 scientific， 但照你看呢，这次会不会是尸变？喂，听撒姨说呢，她来医院的时候是6点钟，会不会让佩佩说中了？当中有冤情，所以死不瞑目啊。想知道是否有冤情，照说应该不是那么难。那。怎么样？怎么样？没感觉，没感觉。那没感觉，也就是他自杀了。啊！喂，怎么了？一个个都不说话，还说来分析案情，到底什么意思啊？哎，这世界哪有这么多鬼怪啊？你这么说没有说服力。你都可以有通灵感应，为什么不可以有尸变？科学上也有很多例子证明尸体会因为某些外来的刺激，例如电击或者病毒感染，而产生轻微的活动。但是这么大幅度的做起来，还能走那么远，似乎没什么可能了。你说会不会是复活呢？就算是复活，也要同一个人才行啊！中垒只有1.65米，但是从录像来看，躺那儿的尸体有担架床那么长。担架床的长度应该是2米。那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是说刚才从担架床上坐起来的不是钟磊，而是另一具死尸？甚至不是死尸，而是一个人。喂，安琪姐姐，能不能猜到我是谁呀？什么事，于 Sir？你居然猜到了，你有特异功能啊？是潜视屏有特异功能，他告诉我的。嘿嘿嘿，诶，好像很忙，是不是在查尸变奇案那个 case 啊？有什么进展啊？如果我没记错，这件 case 已经列为尸体失窃案，交给了重案组那边去跟进。于 Sir， 你好像已经调去了 DIE， 不再是重案组的人，好像无权过问这些资料吧？哎，其实是这样的，我真的不太想说，可是我又不怕跟你说。全都怪我的撒姨，她做什么不好啊？介绍一个情场骗子给死者认识，弄得死者去自杀。我撒姨呢，她也很内疚。哎，谁知道更糟的就是她在医院里竟然见到尸变的过程，吓得她立刻躺在医院了。现在呢，瘦得像皮包骨。我这做侄子的也很想帮她查个明白。哎，谢姐姐，你这趟帮我一个忙喽。你直接去问重案组那边就行了。为什么你这么冷冰冰的？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啊！啊，我真怀疑啊，你这辈子究竟有没有笑过啊？有，不过没必要对着你笑吗？哎，那要不我讲个笑话逗你笑，如果你笑的话呢，你就好心帮我 ，OK？ 那你不说话就是答应了啊。话说，有一间酒楼有个伙计，有一天上班，他看见一具尸体被一个铁钩勾在上面。而且死状非常的恐怖，喉咙有被割破的痕迹，而且胸口呢被割开了，所有器官都在外面，全身有被烧过的伤痕。但是大家看到竟然不去报警，为什么呢？与工作无关的事，我不会费精神想的。我告诉你吧，因为那是一只烤鸭，怎么会有人报警呢？OK， 明白了。
我们在死者身上和脚掌上面找到少量灰尘，对比过之后，发现是属于医院电表房地下的灰尘。至于太平间的门把和担架床上面，没任何的指纹留下，相信曾经被人刻意的清理过。皮耶说，每次离开太平间都会亲手锁门，也有工人抬尸体进出过，但是偏偏在锁上面和担架床上面找不到任何指纹。嘿，那就证明我没猜错了。喂，什么事？快点说。喂，皮耶，冷静点。那你说这么多法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不是吧？哇，这么严重？好，我马上回来，等我啊。嘿嘿，艾希姐姐，不好意思，我有要紧事，我先走了。谢谢你的资料，还有我欠你一个笑话，我会还给你的，拜拜。烤鸭？什么破笑话？早上我拿尸体出来准备验尸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什么都在外面，谁跟他有这么大的仇啊？这个死者叫做肖强，初步看来是被人勒死的，之前只是在颈部有淤痕。我刚才检查过他的伤口，根据附近的肌肉组织的情况看来，估计死者被人解剖的时间大约是昨天下午6点至7点。又是6点钟，跟昨天尸变的时间差不多啊。昨天因为约了美人，我5点半就离开太平间。我记得昨天这具尸体是我临走之前收好的，我也记得我锁好了门才走的。这里锁了门，也就是密室了。难道钟磊真的尸变，跳起来解剖？哪有那么多尸变啊？今天早上我去问过鉴证科冷冰冰的美女了，她告诉我呢，在钟磊身上只发现少量电表房的灰尘。就是说钟磊不是自己去电表房，而是被人搬过去的。可门锁上面和担架床上面都没有指纹，也就是被人擦干净了。如果是尸变的话呢，干嘛要这么做呢？还有啊，我们看过监视器拍下的尸体，似乎比钟磊高很多呀。没错，所以在太平间坐起来的应该是另一个人。至于他什么原因要进太平间解剖尸体呢，我还不肯定。我只可以肯定的呢，就是他与萧强和钟磊之间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关系。他们当然有关系了。萧强就是令钟磊自杀的情场骗子。你是？我是负责萧强这起凶杀案的重案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你是高材生了。请问贵姓？我姓高，叫材生。啊，高 Sir 你好，我是。其他的事不用说了，我们 focus 在案件上面。很明显，这件 case 就是有人想替钟磊报仇，所以偷偷潜入太平间里，把萧强的尸体解剖个底朝天泄愤。耶，不要啊！于 Sir， 你没事吧？经过死尸不会有事的哦。节哀。高材生呢？喂，你想压死我啊？你以为自己还在重案组啊？一大早就捣乱。我不是故意的，是撒姨遇到一个奇难杂症嘛，撒姨不安心，也就是我不安心，那我就顺便去查查喽。你是不是在顶嘴啊？你已被人放出来 DIE， 是不是想被人炒鱿鱼啊？看什么？没见过我训人呐！档案分好了没有？早就搞定了。你们别以为把档案分类就行了，还要把档案存入电脑。存入电脑。哇！罗 Sir， 你简直太厉害了！什么年代了，你还能找到这么多残废电脑？这就叫物以类聚了。干活。美人啊，蝎子仓颉怎么打？喂，小易哥，你不要装蒜了。你不会打仓颉？平时你跟朗哥的姐姐怎么千里传情的？email 啊，我会打呢。你今天怎么样啊？我好想你这2句话。没事，你帮帮我吧。这里有一句死者被人在胸口捅了一刀，这个胸字和捅字怎么打呀？哎呀，你们一个接一个的问我，我打到天亮也打不完了。我拜托你们问问罗 Sir 吧。对了，罗 Sir， 这2个字怎么打呀？这也不会。西字一金田，捅字手工割月蠢货。那我也问问吧，插着冰凿的凿字怎么打呀？凿字，你们几个小的想耍我是吧？好，反正又不敢，我今天就跟你们耗，自己查字典啊。接着，
喂，一听铃声就知道是你了。啊，今天不用上班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OK， 麦叔叔见。啊，拜拜。那，我现在出去一会儿，继续干活，不准偷懒呢。咦，这个好色的罗 Sir， 一天到晚就知道泡妞，真像个色狼。Kenny 啊，这个 case 交给你了，谢谢你啊，辛苦了。知道，撒姐。哎呀，不好意思啊，要你们特地买东西来给我吃。哎呀，顺便嘛。撒姨呀，你不是跟佩佩一起去喝茶吗？没有啊，请了假，堆积了很多单子，我想趁吃饭的时候赶快搞定，吃了饭再看吧。不行，我现在一定要想清楚，要不然的话，我回到 DA1呢，啰嗦，我没法想。我看看，CU71是什么？撒姨，记不记得谁是萧强？当然记得了，要不是因为那个贱人呢，钟小姐就不会自杀，那我也不会见鬼啦。我才真的见鬼呢！早上我找皮耶的时候，我摸到萧强的尸体了，然后就闪了这几个字出来。什么？那个贱人死了？是，听说是被人掐死的，就是在钟磊尸变那晚了，尸体进了太平间，不知道是谁进太平间解剖尸体呢，把五脏六腑都拿出来了。哇，怎么这么巧？萧强呢骗财骗色，然后被人杀了，接着没多久钟磊又自杀，两具尸体被人送进同一个太平间，死在一起，真是冤有头债有主哦。肯定是钟小姐，她死不瞑目，她感觉到那个贱人在附近，然后气得尸变，接着就坐起来解剖尸体泄愤呢。哪有这么多尸变呀？是谁解剖尸体我暂时不知道，但是直觉告诉我，只要我想得通这几个符号呢，我一定有答案。CU71，CU 会不会是英文那个简写，就是再见的意思啊？再见71，71会不会是说便利店呀？哇，光是71啊就有很多意思。那71建军节啦，71庆回归啦，门牌巴士路线也行。这么想法，想到什么时候啊？你放心吧，有子朗在吗？他一定很快就查个水落石出的。可惜现在罗 Sir 他不让我碰这件 case。你是罗 Sir 的手下，可我不是吗？我帮忙查就行了。哇，你想都别想啊！你要回家带孩子吗？这个问题让我来想好了，你不要管。你神探变成打字员，啰嗦的耳朵都起茧子了。我啊是堂堂神游女干探吗？是拿枪的，现在拿尿片，想帮你忙都不行，专制的要命。这家伙今天死定了。总之别管，一会儿他来了就射他。射他？不会吧？光天化日杀人，这还有王法吗？是你？怎么这么巧又碰见你了？哎，对了，宝宝怎么样？上次有没有吓着他？对呀，你是配枪女警吗？有枪的。前面呢有人企图杀人，10万火急呀！真的？不用这么害怕，我检查过了，这里没人拍殉警。小心啊！呀！哎呀！哎呀！你干什么？相机！喂！别拍！哇！哎！Sorry sir， 一定不会再有下次了，不会，明白了，Thank you sir，Goodbye sir。黄 Sir， 你骂我啊？我准备好了。Madam 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放假？放假呢，就是不用督呢，就是放下你压制不住的正义感，做回一个普通市民啊。政府宣传片也说了，要正视罪案，不可以坐视不理的嘛。那个家伙不但贼眉鼠眼，还说什么射他死定了。那我以为有罪案发生，所以出手阻止了。我问你一句话，要不要说这么多啊？好，我当你都对，但我拜托你，我求求你，你让我歇会儿，你真正去放个假，别连累我整天被老板骂。放心吧，黄 Sir， 下次不会连累你的。那这句话呢就中听了。Madam 行，拜托你现在呢继续去放假，继续什么都不用督，专心带你的宝宝，你的 baby 需要你，你老公需要你，香港警队暂时不需要你 ，understand？ 哎，要不要这么快就关门啊？喂，你们抓我回来干什么嘛？没错，我是很恨萧强害死我姐姐，但是我真的没有杀死他，更加没有解剖他的尸体，你们不要冤枉我啊！全世界的疑犯在问话之前都说自己是无辜的，要知道你有没有杀过人，问了就知道。
今年的9月10号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你在哪儿？当然在家里睡觉了，Sir。那有没有人看到你在睡觉啊？当然没有了，这么大的人了，难道请个保姆回来看着自己睡觉啊？也就是你没有不在场的证据。那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刚才不是说了，萧强这个混蛋，我当然认识他了。也就是你杀死萧强的了。我为什么要杀他？你不用在这儿狡辩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啊？你姐姐被他骗了钱，还被他骗了肉体，所以他身心受创，为情自杀。你就决定发誓要为你姐姐报仇，所以你杀了萧强之后，还到太平间把他的尸体解剖来泄愤，是不是？就算我去杀了那个混蛋，我姐姐也不能复活了。况且被解剖的是人，不是猪。喂，周先生，是啊是啊，你相信我。其实我们公司呢是暂时周转不灵。那总而言之呢，我一筹到钱呢，就尽快把剩下的钱还给你。拜拜。哎，糟了，时间都过了，这些死警察真够耽误时间的。喂，Kelvin，那大家同学一场，你不会看着我死也不肯帮我吧？你想想，我们当年在中大搞活动的时候，我也帮了你不少吧？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况且那时候搞什么7·1庆回归，也是你一个人出风头。Kelvin 呐，你就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总之，你先还清了上次那笔账，再来找我。喂，不是啊 ，Kelvin，喂，你听我说完了好不好？7·1庆回归。干嘛叫我进来看什么？看钟汉喽。你看看，钟磊的弟弟呀。今天重案组带了这个人回去问话，我看他奇奇怪怪的，就跟着他喽。原来这家伙真的有可疑。你看，他是当年中大 CU 7·1庆回归的发起人。这跟你的感应完全吻合了。还有啊，他的公司呢，原来一直是靠他姐姐关照着。他姐姐自杀之后呢，他就到处跟人借钱了。好好的，你干嘛去跟踪人？哦，有人挑起了那根筋，想去查案。是啊，我承认啊，之前是因为宝宝还小需要我带，现在宝宝都半岁了。你也会说了，宝宝才半岁，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等宝宝1岁我再复职嘛。行了，谁让我每次抽牌都输给你呢？不过你放心吧，你的辛苦是不会白费的，我会把资料带回去，明天再查。你不是说罗 Sir 不让你们碰这个案子吗？也许他明天肯让我们碰呢。这个诺 Sir 这么久还没回来。诺 Sir， 哪个诺 Sir 啊？诺若亨喽，哪个诺若亨啊？罗 Sir 啊，我说他老爸是不是玩他，给他起个名字叫罗有亨啊？哎，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诺若亨啊？哦，你们说的啊。罗 Sir， 怎么今天这么晚呢 ？Morning Sir， 你们干什么？开 party 啊？哦，不是，记者知道我们 DIE 重组，说想给我们做个专访，还说下期让我们做封面呢。我样子行不行？行到爆了！这一位呢，就是我们 DIE 的最高领导人罗有亨先生，罗 Sir。你们好。你好，罗 Sir。刚才听到你的手下说呢，在你的带领之下 ，DIE 呢有了很大的改变。是。罗 Sir 第一天来到 DIE， 就立刻叫我们把所有档案翻出来，把所有案件分类了。由此可见的，罗 Sir 是为天下之急而急。哇，这份情操真的很难能可贵的。还有啊，凡是警队不肯做呢，推来推去的 case， 罗 Sir 啊，永不 say no 啊。对了，罗 Sir， 其实我们很少听到下属这么推崇上司的。今天能访问你，真是我们杂志社的光荣啊。太客气了。罗 Sir， 不介意让我们拍张照做封面吧？绝对没问题。来拍张照，来，帮我们罗 Sir 拍帅一点哈。大人，深渊呐，大人！你是谁？擅闯警署是犯法的啊！不好意思，罗 Sir， 我阿姨。小姨，你干什么呀？我来报案喽。啊，罗 Sir， 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替我申冤呐。我之前呢有个客人，他自杀了，但是突然之间他尸变跑来找我，我相信呢他一定有莫大的冤情要告诉我。罗 Sir， 我希望 DIE 呢可以为他沉冤得雪啊！又是那件事。哎呀，萨尼呀，罗 Sir 在开记者招待会呢。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多事。
罗 Sir， 是这样的，我真的已经去过很多部门了，他们个个都说不关他们的事，所以呢，我才特地来到这里，特别凶案调查分部找罗 Sir 你。我听子朗说过你的很多事，说你人好又能干，我相信整个香港警队就只有罗 Sir， 你才可以帮我。罗 Sir， 那你受不受理这件奇案呢？当然受理，罗 Sir 跟这位小姐拍张照好吗？绝对没问题。拍张照，靠近一点。钟磊，35岁，在财经机构里面任职高级行政秘书，可算是高薪一族。不过他最厉害的是很有投资眼光，经常都满载而归，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单身贵族。只可惜在感情方面，他一直没有心仪的对象。后来经一线牵婚介服务，认识了一个叫萧强的，谁知对方骗财骗色，结果他受不住打击，要服食安眠药自杀。萧强是什么人呢？暂时还不知道，只知道他在钟磊自杀入院当晚，在新界的家里面被人给掐死了，而在同一天，钟磊也死了，两具尸体很巧合的放在同一个停尸间，然后当晚就发生了钟磊疑似尸变事件，而萧强的尸体更被人解剖。那钟磊的弟弟钟汉呢？查到什么了？钟汉开了一间贸易公司，生意不太好，经常都入不敷出，而且要跟他的姐姐借钱来周转。至于他们住的房子，钟磊供大份，钟汉供小份。自从钟磊死了之后，钟汉经常被人追债，他还欠了银行很多钱，没钱还。我还听重案组的人说，钟汉在录口供的时候曾经表示过，他很恨萧强。钟汉确实有理由杀死萧强，难道那次感应到的真的是他？咔！我们现在只需要查钟磊的尸体为什么出现在医院的电表房里，至于萧强怎么死，关我们什么事？哈哈，罗 Sir， 你真是太英明了，幸亏你提醒我，头脑清晰了。虽然我让你们查这个案子，但是不可以踩过界，一定要有规矩。那我先君子后小人啊，跟你们约法3章。第一，你们每天做的事全部都要向我汇报。第二，查案之余，仍然要把之前积存的档案存入电脑。还存入电脑？不用做事啊。第三，不准踩过界，不准擅自行动，抢人家重案组的事来做。罗 Sir， 你放心吧，我尽量不会让它发生的。那就最好了。朗哥，很少见你这么听话。不可以抢人家的事做嘛，没说不可以帮人家做事啊。我说尽量不会让它发生，没说一定不会发生吗？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哇，撒爷，怎么这么热闹啊？正义啊，你来的正好。这位呢就是警察，我的外甥女的男朋友。这家伙呢，他说他是重案组的人。我的确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高材生。哦，高嫂是吧？听过，鼎鼎大名啊。哇，这个家伙多过分！一进来呢就说要拿走一线牵的会员记录，说要调查那个什么萧强谋杀案，关我什么事啊？喂，我打开门做生意的嘛，怎么可以乱把我的客户的隐私泄露出去呢？那正义，你帮我说句公道话。撒姨啊，我们身为香港市民呐，应该要跟警方合作的。一线牵的会员记录都在这儿了。真的？你们小心一点啊，万一有资料泄露了出去，我一定告得你们坐牢。谢谢你们跟警方合作。Jackson， Let's go。胳膊肘往外拐，你为什么帮那家伙不帮我啊？撒姨啊，我也是一名警察嘛，我得讲道理啊。你也想这件事情快点了结吗？喂，你不上班，你来干什么？哦，我刚刚呢买了点东西给子晴，正好经过这里，所以就来问问你们有什么要寄给她的。你知道了，一起寄比较划算嘛。那你买了什么给子晴姐呀？当，腊肠？不是吧？哪有人买腊肠送给女朋友当礼物的？可不是。哎，我听人家说啊，那边一天到晚不是吃土豆就是吃披萨。子晴啊，一定很想吃家乡特产，那我就买点腊肠寄给她喽。喂，腊肠能不能入境啊？你查清楚了没有啊？不能入境吗？那我今晚写封信问问他。写信？他收不到信呢，腊肠也都发霉了。为什么你不用 MSN 和 Facebook 呢 ？MSN、Facebook 是什么？
你不是吧 ？MSN 和 Facebook 你不知道？为了子晴姐，我教你。这次真是麻烦你了。哎，你从一线牵说到家里了，你闷不闷呐？小心！张一刚，怎么回事啊？姑妈，兰姨啊，你怎么变成女黑侠木兰花了？正一呀，你也是的，带佩佩回来呢，也不通知我一声。Sorry 啊，佩佩啊，我正在训练正义，所以我们经常呢在家里玩偷袭，没吓到你吧？没我叫你不要胡乱偷袭我了，差点伤及无辜啊！幸亏我反应快。是啊，现在没危险了，你的手啊能放下来吗？ Sorry， 佩佩。正义哥，你不用脸红了。那别人呢？我可能会误会你呀，我绝对不会。那我现在呢，帮你开了个 MSN 户口。你想跟子晴姐聊天呢，就双击这个地方，之后呢就登录，再输入密码，再按确定就可以了。双击什么？哎呀，算了，还是写下来好一点，要不然一会儿不记得。不用了。 到时候你有什么问题就打给我了，多用几次你就会了。那麻烦你了啊，兰姨，看什么呢？怎么皱着眉头啊？哎呀，我刚刚接到个电影剧本，上面呢有很多香港新流行的话，字呢我全部都会看，但是对白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看，那比如这一句，这个 "le" 就是 level， 也就是层次的意思。这个呢，what gay 呀 ，what gay 呀，就是硬来喽，那就是逼得你不能还手。哦，我明白了，就是像刚才那样，我偷袭正义，让他不能还手，就叫做 what gay。那包呢，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意思。兰姨啊，你学东西真快啊！哎，对了，你这部电影有什么巨星啊？男主角是华仔。华仔，我好喜欢华仔的。你有没有可能帮我要一张签名照啊？包在我身上，真的。耶！哎呀 ，Jackson 哥，你开玩笑吧？萧强的案子你真的不知道进展吗？好了，我不是不知道进展，不过呢，高 Sir 吩咐过，他叫我不要告诉你们。那倒是啊，高 Sir 他是高层嘛，你这种低层未必真的知道的哈。什么低层啊？高 Sir 之前带钟磊的弟弟回来，我亲自录口供的，低层。不过呢，不够证据起诉他，没办法才放他走。啊！哎呀，真是可怜了，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不能这么说啊。告诉你吧，高 Sir 呢刚刚抓了个萧强的情敌回来，现在正录口供呢。情敌？钟磊不是久旱逢甘露才被人骗财骗色的吗？哎你干嘛？真是受甜没人跟，跟了有人争啊！哎呀，你看，好了，哎，就告诉你们吧，高 Sir 呢之前去了一线牵，拿了一份会员相亲记录回来，发现里面有一个会员呢王唐曾经跟钟磊见过一次面，那高 Sir 呢就认定了这个王唐很有可能是因为求爱不遂，于是呢就对他的情敌动了杀机。不是吧？这也算是情敌？简直太过分了！你们是个人就抓？我们也是基于合理的怀疑。合理怀疑？你知不知道我每年相亲多少次啊？每次相亲不成功就去杀人啊！要杀多少人？你用个脑子！高材生，又轮到你骂了。怎么你也怕被人骂吗？你要查萧强的情敌 ，OK， 没问题。可人家才见过钟磊一次，你也抓他回来，没事做啊？脑子进水啊！我也是不想放过任何线索嘛。啊，看来你们的头不想放过任何线索之外呢，连不是线索的他也不放过哈。现在是 office hour， 你们两个来我重案组干什么 ？Sir 啊，来看看旧男朋友啊。喂，他结了婚了。我也结了婚了 ，So what？ 喂，次 Sir 电话。喂，正一啊，钟先生，我们来呢，主要是想查清楚你姐姐的死因。那你们想问些什么呢？你姐姐去世没多久，你这么快就收拾她的遗物了？哦，没什么，我想收拾东西，打算之后拿去陪葬嘛。你们有什么问的就问吧。
钟先生，其实麻烦你，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没时间招呼你。钟先生没时间，我们也不耽误他了。钟先生，你叫过8折计程车吗？8折计程车是我姐姐经常叫的，能不能先给我？你喜欢就拿去呗。那个钟汉，果然有可疑。刚才啊，我们一问到萧强死的那晚，他去了哪儿？哇，他马上赶我们走，还不是心中有鬼啊？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能知道最多的秘密呢？知道最多秘密？秘密警察？给你个提示，第2位是发型师。发型师？那你想想，你要去剪头发，起码做1个多小时，那你不可能不跟发型师聊天，聊着聊着，自然什么全都告诉他喽。我知道，第1位是劳勃·迪尼洛演的那个计程车司机。Bingo， 就像钟磊这样，长期找同一个计程车司机，在车里多多少少也会把些秘密告诉计程车司机，所以绝对值得找他出来聊一聊的。哎，先生，这儿的冰奶茶怎么样？是啊，还行，还行啊，还行啊，2杯冰奶茶，谢谢。莫继祖先生是吧？你是谁呀？警察。什么事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人？钟小姐，认识啊。听说她是你的长期顾客是吧？是没错，不过最近她没叫我的车了。她在上个礼拜自杀死了。什么？钟小姐死了？我们想知道平时你经常送钟小姐去哪儿呢？不一定啊，我是开车的，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了。那你有没有接送过她朋友啊？有。那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啊？他不就是钟小姐的男朋友了？那你知不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事啊？客人的事我管不了这么多。不好意思，2位 Sir， 我开工了，我看我帮不了你们了，不好意思。哎，计程车，计程车，麻烦你，计程车。小心啊！我帮你。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是这里吗？是啊，谢谢。不好意思，我只有500块，没零钱。啊，没关系，我找给你。嗯，谢谢。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钟磊和萧强这2件案子的简报啊？关你什么事啊？你跟他们俩什么关系？问这么多干什么？你什么人啊？我是警察。喂，你快停车！我叫你停车，你听到没有？你再不停车，我报警了。子朗，救命啊！你快挂电话！你停车我就挂电话喽。你再不挂电话，最多我们一起死。子朗，我们上了一辆计程车，他的车牌是 CU71，他不让我和宝宝下车，不知道载我们去哪儿。现在在哪儿？乐活道。岂有此理！不对，现在又转到理顿道去了。啊？什么？游行示威，封了路。你死定了！前面有路障啊！啊，是死路。你跑不了了，投降算了。438，故意引我来这里。你想干什么？正义，交给你。哎呀，宝宝，哎呦，哎呀，宝宝，你吓死爸爸了，没事就好了。妈妈呢？哎，你只要宝宝就好了，不用理我了啊！你是神勇女干探吗？怎么会有事呢？哎呀，宝宝，我们上街玩喽，上街了，宝宝，宝宝。怎么样，诺 Sir 回来没有？还没看见呢。你不要看走眼了，一会儿被诺 Sir 知道他们抓了个计程车司机回来逼供，我们一定会有麻烦的。哦，知道了。谁有麻烦？罗 Sir。啊！哎呀，小凤姐呢，她不会做饭，我就教她别乱碰高压锅，免得有麻烦了。是啊，是啊。哎，怎么就你们2个人？其他人呢？怎么碰巧？哦，他们在里面收拾档案呢。罗 Sir，就这个很正啊。
是有点。我看电机有点问题，我怕楼塌，还是下去吧。快点！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不要，不要！我说，肯说了是吧？9月10号晚上11点至凌晨1点，你到底去哪儿了？还有，你为什么一见着 Madam 就怕他开车逃？Sir， 那天我开车经过西贡，谁知道突然间车子梆的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我一爬起来就踩油门走了。后来看新闻又没说有人被撞死，我就以为没事了。谁知道这个时候正好 Madam 又出现了，在那问长问短。我以为他是为了我撞伤人的案子来抓我，那我就逃喽。那为什么你要收着这么多简报？还有为什么你要这么留意肖强跟钟磊的事情？钟小姐这2年都叫我的车子为她服务，大家聊得多了就熟了，我就比较留意她喽。强哥，上次你不是说想跟朋友开一间科技公司吗？是啊。这里有20万，再加上我这枚钻石戒指，我看应该够了。不行，这戒指那么贵，你留着吧，我不要。你就当我先借给你了，以后你赚到钱你再还给我。最重要是你可以达成的心愿，那我就最开心了。你对我真的太好了。听说你最近很厉害啊，认识了一个剩女啊。我不是看他有钱我才不理他呢，那个可怜的蠢货太久没闻过男人味儿了。我随便花点钱演场英雄救美，他就扑过来了。亏钟小姐对那个混蛋那么好，连自己最喜欢的钻石戒指都给他了。谁知道那个混蛋，原来只不过贪钟小姐的钱，根本不是喜欢她。我怕钟小姐再被那个混蛋骗下去，于是鼓起勇气找钟小姐揭穿那个混蛋的真面目。姓肖的那个真的骗你啊！上次宵夜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他跟朋友这么说的。你为什么要撞伤强哥呢？别说我不相信你，就算我真的被人骗了，也不关你的事。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不想看着你被那混蛋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只是一个收我8折的计程车司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从那次之后，钟小姐再没有找我了。示爱这件事，已经成了计程车界的笑话，我真的不想再提了 ，Sir。哦，原来真的不关他的事。Sir， 你先放了我吧 ，Sir， 你放了我行吗 ，Sir？你就这样放了计程车司机？但我们没实质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杀死肖强的凶手嘛。但是呢，你记不记得他车子的车牌呀？CU71呀，你的感应分明就是在说他了。还有啊，如果他没有杀人，我一提他有那么多简报，他为什么要亡命飞车？你还说呢，这次幸好有纸尿片当安全气带保护宝宝，不然的话宝宝连命都没了。晶晶啊，你要记住，你现在的身份不是神勇女金刚，是专业的保姆嘛。我知道，我带孩子快半年了，我很想再出去做事，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呢。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罢休啊？子朗，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抽一次牌吧。那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不能再抽了。菩萨显灵啊，求求你助我一臂之力。这张是不是比大？是啊，你怕输啊？嘿，我怎么会怕呢？每次比大我都会赢你。对呀，比大好像希望不大。那比小？哦，那无所谓啊，你说比什么就比什么。比小是吧？好吧，我就随便了，抽这张。耶！命运之神终于肯眷顾我了。死，怎么这么倒霉啊？命运之神都要你留在家里，专心做一个保姆妈咪的话呢，那你就好好的听话喽。有老公养着，不用做事，多少人想要都没有呢。你就是非要出去打打杀杀，你才开心。拜托你呀，学学你老爸这样，租辆小货车给人，自己在家里享受。其实当初我也后悔过，不过现在好像半退休一样，有时间逗逗外孙，很好啊。什么啊？我以前啊不想做花瓶，现在更加不想做主妇啊。其实子朗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好好跟他谈谈。
奶奶，你不要看他平时笑容满面，其实他很大男人的。我们为了这件事争了很多次，最后用抽扑克牌这个方法来决定的。可谁知道每次抽牌都输给他。不行，一定要再抽。我们一人抽一张，比小。好，老爸你先抽。妈，到你。奶奶都抽了吧？抽了。我这张是6，也就是我还有一半机会赢了。开牌，开牌。我这张是5，我是4，我这张是3，还有宝宝那张，宝宝这张是2。我太倒霉了吧！怎么会这样？晶晶啊，怎么连家宅不宁的大结局也不看，待在房间里做孤独女人啊？我不服气呀！昨晚要不是我突然变卦的话，我就赢了。既然命运之神是这么安排，那也没办法。要不这样，昨晚那次不算行吗？我们再抽一次啊！唉，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你不要再后悔啊！这次绝对不会后悔。你大是吧？嗯。好吧，就随便吧。这张梅花3，怎么会这样？怎么不服气呀？还是这牌有问题啊？要不要再抽一次啊？不过我告诉你啊，抽屉里的牌呢，我已经全部都换过了。你一直都说让命运之神来安排，原来那个命运之神就是你。晶晶啊，其实我有苦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宝宝呢长得很快，嗖的一声呢就会跑会走，到时候呢他就不会再黏着你了。我生气不是因为我不想带孩子，我气你居然骗我。是我不对，我骗你我不对。可是你看一看吧，我被你骂得像死狗一样了。你别耍花样，你走开了！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已经回重案组交信了。交信辞职？我是交信销假复职，从明天开始，我就会师姐再出更。耶！不必理解說古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父老冤案總可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買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樂意，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